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大家平时坐的时间长了，或者躺时间长了，是不是总感觉腰酸背痛的？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很可能会损害腰椎健康哦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缓解腰酸背痛。大家呢可以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跪立在上面，用膝盖和双手支撑身体，两腿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尽量让大腿和地面垂直，然后上下的进行腰部运动。做一会儿之后，身体向后坐，双手向前贴紧地面，额头呢也要碰到地面，这样坚持一会儿。每天睡前做5分钟就行。那这个动作能够锻炼腰部，给腰部减压，还能够拉通经络。每天坚持做，能有效的缓解腰部疼痛哦。那木子要提醒大家的是呢，如果是腰痛严重的话，就不建议多做腰部运动了，最好呢多注意休息，及时到医院就医哦。子宫好的女人晨起上厕所会有3个共性，若你也有，恭喜了。第一个，尿液颜色正常。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清澈透明的，如果晨起上厕所尿液发黄是属于正常现象，但如果发现尿液颜色发红或者是伴有血丝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了问题，大家需要注意。若尿液颜色正常，说明子宫还很健康。第二个，排尿没有疼痛感。女性朋友如果子宫健康，那排尿的时候应该没有疼痛感，但如果排尿时出现刺痛的感觉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尿道感染导致的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。第3个，尿液没有异味。晨起上厕所时，如果发现尿液中有难闻的气味，也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要注意。若没有，说明子宫还算健康。所以女性朋友上面这3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说明子宫还不错，但如果没有，就要及时进行调理了。子宫啊，对女性啊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平时生活和饮食的不注意，就可能会伤害到子宫。那下面呢，木子给大家总结了3个不利于子宫健康的行为。经期吃生冷食物，那女性经期啊，抵抗力和免疫力都比较低，若是吃生冷食物，不注意保暖，容易呢使寒气入侵，出现呢痛经的情况，不利于子宫健康。爱生气，经常生气会影响气血运行，时间长了体内堆积毒素，那子宫也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啊，女性朋友要经常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。总熬夜呀，真不是一个好习惯。那长期熬夜呢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影响身体排毒，对子宫健康也有影响。所以呢，这个行为最好也不要有。如果呀这些行为你都没有的话，子宫保养的还不错。中很多朋友都深受口臭的困扰，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小植物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口臭。1. 薄荷叶泡水喝。薄荷具有很香的香气，而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薄荷中含有薄荷油、迷迭香等营养物质，经常用薄荷叶泡水喝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炎杀菌、促进消化的作用。由于薄荷气味清凉独特，所以也有芳香去异味的效果，对缓解口臭有帮助。2. 丁香泡水喝。用丁香泡水喝也有很好的缓解口臭的作用，因为丁香中含有丰富的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有很好的杀菌养胃的作用。坚持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新口气，让你不再受口臭困扰。前段时间啊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最近呢总是休息不好，晚上睡觉一到凌晨3、4点就醒了，那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，导致啊第2天也没有精神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或许和3种因素有关。第1，更年期。很多女性45岁后会进入更年期，这时啊就会有内分泌紊乱、激素分泌异常的情况，就可能会导致总凌晨醒来。第2，肝火旺。因为凌晨是肝经比较活跃的时间，如果有肝火旺的情况，就可能会让你凌晨醒来，同时还会有咽干头痛的现象。第3，脑神经衰弱。
如果你过度疲劳，用脑过度，就可能会使脑神经衰弱，这样睡觉时就会有睡眠浅易惊醒的情况。建议大家要多多休息才行哦。多中老年朋友会有经常睡不着觉，总觉得头晕头痛的问题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将两物塞进枕头里，有舒筋通络的作用。这两物就是决明子和残沙。决明子应该很多人熟悉，决明子主要含有维生素 A、大黄素、决明素等物质，具有舒筋通络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将它放入枕头里，枕着睡觉，可以使经络气血畅通，能保护脑血管，帮助改善睡眠和头晕头痛的问题。残沙，残沙是家蚕的干燥粪便，可以入药，有很好的祛风除湿、安神醒脑的作用。那枕头里放点残沙，也能够帮助保护大脑，改善睡眠。长期使用的话，可以帮助疏通头颈部的气血和经络。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。如果我们每天坚持走路，确实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走路可以加快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还能够帮助增强骨骼和肌肉力量，锻炼心肺，增强肠胃蠕动，增强体质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走路时要注意3件小事，要不然走再多也白搭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第一，注意走路的姿势。走路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走路姿势，要抬头挺胸，收紧小腹，手臂自然的摆动，还有尽可能的迈开大腿。只有正确的走路姿势，才能达到锻炼的效果。第二，注意走路的速度。走路的时候，可以在饭后半小时进行。走路的速度不要太快，要不然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走路时保持匀速，以每分钟走100步的速度是最好的。第三，有规律的走。如果想要走路锻炼身体，平时要养成一定的规律性，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每次保证行走30到60分钟，每周至少达到150分钟的运动量。所以大家在走路锻炼的时候，多注意上面这3件小事，才有助于身体健康。气是我们人体的根基，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身体也会生病，所以补阳气很重要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很容易损伤阳气。那么不妨借助一下食物吧，常吃3种食物，有助慢慢把阳气补回来哦。常吃小葱。小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钙、钾等营养成分，有通阳解毒的作用。那经常吃有助提升阳气。常吃香菜，香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， 不仅有驱寒、促进消化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提升阳气。常吃羊肉，羊肉味道鲜嫩，性温而不燥。冬天经常喝点羊肉汤，可以帮助温补气血，促进阳气生发，有很好的补阳气的作用哦。肝不好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多注意调理自己的身体。那该怎么养肝呢？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够帮你呵护肝脏健康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先向左侧弯腰30次，再向右侧弯腰30次，做完再前俯后仰30次，最后将双手手臂向左右扩胸30次。这个动作每天做5分钟，可以疏通肝胆经络和气血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动作2，敲打肝经。我们可以敲打大腿内侧的肝经，坐在椅子上，全身保持放松，然后2条腿微微的向外倾斜一点，双手握成拳，用手背关节敲打，每次敲打5到10分钟。敲打肝经可以帮助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坚持练习，肝脏也会越来越好哦。肝脏是我们人体的净化工厂，如果肝脏受损，体内毒素无法排出，就可能会出现肝硬化、肝炎等肝脏疾病。所以平时要好好的养肝才行。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多吃下面这3种食物。1、菊花。菊花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花，也可以将菊花制成茶饮泡水喝。菊花性寒，归肝经，具有清热降火、养肝排毒的功效，所以经常喝一些菊花茶，对肝脏和眼睛都有好处。2、黑椰枣。黑椰枣很多人都熟悉，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蛋白质，能帮助清理肝脏毒素，修复受损肝细胞。经常吃点黑椰枣，有非常好的强化肝脏、
预防肝硬化的作用。3. 菠菜，菠菜是常见的绿色蔬菜，菠菜中含有大量植物粗纤维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有养肝补血、疏肝理气的作用。肝不好的人经常吃一些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肝脏，预防肝脏疾病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